为什么有些男人在生意上可以构思出让自己赚很多钱的那些策略，但是当面对自己喜欢的女生的时候却很不知所措呢？感觉明明自己很会规划很会策略嘛，为什么自己追求对方的那些策略都毫无效果呢？感觉好像不管多用心，女生每次都会拒绝你的告白，只说想跟你做朋友，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必沮丧，因为其实只要你避开3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你的追女生策略呢就能够让她迅速的爱上你。而今天我就要教你怎么做到。你好，我是 Yuri， 我是一名指导过6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单身男性成功交往到年轻理想女友的一个情场战略家。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的事情呢，就是如何在你的追女生的策略上做出3个小小的改动，就可以让你的那个脱单成功率提升10倍那么多。会讲到这一个话题是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位学员，我就不透露他的姓名了，因为他不希望我透露。OK， 他是一位就是豪车维修公司的一个老板。他在跟我咨询的时候其实他说他面临最大的困难跟挑战就是不管他怎么样的努力去追女生，女生的反应基本都不是很好的。这什么说是努力呢？就好像就他不停的会找话题去跟女生聊，可是女生的回应一般都是非常冷淡的。然后他可能想要就是跟女生聊一些，跟女生讲一些就是自己生意上的那些丰功伟业，当然很正常嘛，每个男人都希望就是自己在女生面前是很厉害的。可是他发觉不管他怎么样讲，不管他怎么样聊，讲的东西多厉害都好，女生的回应依然很冷淡。然后所以他就想，那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就干脆直接把女生约出来好了。可是每一次他邀约女生的时候，女生总是会有各种的借口拒绝，就可能什么妈妈生病啦，可能自己生病啦，还是突然要加班啦，突然要回公司做一些事情怎么样的，各种各样。而且最糟糕的是就是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错在哪里，错在什么地方。因为他说他用了各种的那种逻辑的思维去思考各种的可能，各种他可能犯错的地方，可是就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思考出来的哪一个方向或者哪一个答案才是正确的。所以后来他也尝试过很多的努力，就是比如可能参加相亲联谊活动，认为就是可能这样子可能可以遇到对的人，遇到对的人的情况会比较多。但是后来他发现就是这些相亲联谊活动的女生呢，基本都有2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年纪偏大，第二个就是难搞。对了，他还有讲第3个，就是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这些联谊活动上的女生比他之前追过的那些女生感觉还更加的难聊天。所以他来跟我们咨询的时候，其实他是很焦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自己的事业是做得蛮成功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事业做得蛮成功，很多时候他会觉得好像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那一个感觉。这简单再讲简单一点啦，就是他不明白就是为什么自己那么优秀，可是女生却不喜欢他，原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每次都要拒绝他？而且他说因为他已经40岁了，然后平时的工作又比较忙，所以这代表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就是感觉自己可以慢慢来，可以随便跌跌撞撞，反正青春大把，对不对？他已经没有那个时间了，他感觉。OK， 所以如果假设今天你是他的话，那么应该要怎么样去改善这一个情况，改变这一个窘境呢？今天在这里我就要给你3个你需要改正的错误，还有需要的方法，我会分享给你。首先错误1就是跟女生在接触聊天的时候，你太过于理性了。什么说太过于理性呢？就是你一直就是想就是要怎么样去所谓聊出对的话题，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理性的想法。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种很理性的互动，通常很理性的互动方式、聊天方式，当你跟男人聊的时候，可以聊得很开心的，可能你的兄弟，可能你的朋友，可能你的客户或者你的生意伙伴都好，都可以聊得很开心的。可是有没有发觉，一般上这种话题女生都没什么兴趣的呢？比如说赚钱，
赚钱就是最好的例子。你跟男人聊赚钱哦，男人几乎都会很开心。可是哦，当你在追一个女生，你跟她聊赚钱的时候，她通常会很无感的，对吗？其实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因为其实女生是比较偏感性方面的动物。什么是要做偏感性的动物呢？意思就是说，其实女生的头脑她们是不是那么的擅长处理理性的内容的，所以她很自然的就会没有兴趣。因为坦白讲，女生可能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她们都要处理很多理性问题的，对她们来说是很累的。所以当然，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你没有办法处理或者你没有办法理解的话题，那么当然你会觉得很没有兴趣嘛，对不对？就比如可能女生她跟你聊，就是聊化妆品啊，聊美妆那些，你可能对化妆品、美妆你完全一窍不通，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很无趣嘛，对不对？所以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方法就是你的互动方式尽量要以感性的角度去出发的。什么叫做感性角度去出发呢？就是你不要再像就是跟男人聊天的方式一样去跟女生聊天。你在跟女生聊天的时候，聊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应该就是要多聊一些这一个事情它带给你的感受，还有它带给你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因为当你聊感受、聊情绪的时候，你会刚好跟女生同一个频率，然后你会让女生就是产生很强烈的那个情绪共鸣。好处就是女生她会很瞬间，真的很快的时间，她就会觉得跟你这个男人很好聊，跟其他男人不同。接下来第二个错误你要改正的就是你急着想要去推进关系。当然其实我明白了，可能就是你感觉你到了这个年龄，好像时间也不是那么的充裕，也没有大把的青春给你去挥霍了，所以你会很急想要有一个女朋友。不过真的相信我，当你太急的时候只会害死你自己。我就用就是做生意的角度来做一个比喻好了。你有没有就是好像有一种客户就是你急着很想要做他的生意的，对吧？你很想要快点，他要快点买单，你希望。可是你越表现出这个你很想要他快点买单，他反而故意拖延或者不跟你买单。有没有发觉这一个情况？如果你是做生意的，或者你是谈业务的，你应该很常会遇到这一个情况，对吧？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女生也一样。原因是因为当你表现的非常想要得到对方的时候女生她会主观的认为就是你是一个没有女人缘、没有女人喜欢的一个很低价值的一个男人。当然嘛，如果一个东西低价值，你不会要，我不会要，他也不会要嘛，对不对？所以当你让女生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女生她就会下意识把你归类到其实就是舔狗的那一个范围内。所以如果你要解决这一个状况的话，方法就是你不要一开始遇到女生的时候，跟女生在可能还没有到比较熟的阶段的时候，你就已经表现出你是在追求对方的，千万不可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你好像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你要先注重就是你们来往之间的那一个快乐还有舒适度，当然也包括你的快乐还有舒适度。然后当你们之间就是有了快乐还有舒适度的时候，你们两个女生觉得就是你是一个很可以来往的男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慢慢用一些故事，用一些分享去让女生知道你人格上的优点，或者你这整个人生上的优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你有些什么优点，你可以给到她一个怎么样很好的未来，然后最后再走进暧昧那个阶段才对。然后第三个错误，最多人犯的错误就是迷信用物质条件就可以吸引到女生。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习惯送女生礼物，或者带她去高级餐厅来借此所谓展现你的诚意的一个男人的话，你有这一个习惯的话，那么拜托这个习惯你一定要改掉。为什么呢？好，这里我就来讲一个就是三国的故事，可能你们都有听过，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关羽曾经被迫暂时投降曹操的那一件事情，记得吗？你看关羽投降曹操之后，曹操希望他留下来嘛，希望他永远留下来跟他一起打天下嘛。然后曹操做了什么事情呢？曹操又是送钱，曹操又是送美女，送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每天找他开趴，对吧？可是后来关羽的选择是怎么样呢？他还是选择离开曹操，回去找刘备。当然了，
关羽他是不是那么的仁义忠义，我不知道啦这个。不过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哦，就是关羽是绝对不能接受曹操用这种方式去让他接受投降的。为什么呢？因为关羽的人设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一个人设。一个有尊严的人哦，是不被允许收买的，他不是不能被收买的。因为如果关羽他今天他决定他要被收买的话，那么他这个人设就崩塌。那么你觉得全世界整个社会会怎么看待他？所以我在这里我要告诉你，女生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当然我知道可能就是你可能你真的没有要就是收买女生的这种想法，你可能只是纯粹就是觉得你喜欢对方，你想要对对方好，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其实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在女生眼里就是你在企图收买她，你在企图收买她的爱情，你在企图收买她的身体。然后以社会的角度来讲，可以被收买的女生叫什么呢？叫妓女，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女生会觉得就是你是在把她当成妓女看待。然后当然我们都知道嘛，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其实妓女是会被唾弃的，所以当然女生是不能忍受男人把她当成妓女的。所以就是要怎么做呢？其实方法就很简单，你不要就是为一个还没有追到的女生去做很昂贵的消费，比如我刚刚讲的那种高级餐厅，什么送名贵包包，什么送那些名贵的首饰，通通不要。OK， 如果你要在女生身上花钱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们就是可以一起很快乐的做这一件事情的。OK， 你要让女生感觉跟你在一起是一件很快乐、很开心的事情，这个是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件事情是必须由你参与的，你才能去花钱。OK， 所以重点就是如果你要让一个女生对你初步的时候对你产生好感的话，你要做的是多约她去不同的好玩的地方玩，跟女生一起创造很多那种很美好的回忆。你相信我，当这些回忆创造出来过后，女生她会不自觉的爱上你的。所以好最后为了奖励你看到这里，真的在这个年代可以停下来静下心来学习是不容易的事情。OK， 为了奖励你看到这里，如果今天你想就是在今年内就是成功交到自己喜欢的女朋友的话，成功交往到那个你梦想中可能是漂亮，可能是年轻，可能是贤惠的那个女朋友的话，那么你可以到置顶留言里面或者那个资讯栏里面的有一个 URL，获取我花了整整14天时间来制作的这一个爱情独孤9件的脱单攻略本。因为这个攻略本它会告诉你男人从单身到成功拥有女朋友要做的那关键的4个步骤。对，就4个步骤，不多。OK， 所以就是在限时时间内你是可以免费获得这一本攻略本的。所以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到置顶留言那里，还有到资讯或者到资讯栏也可以去点击那个 URL，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攻略本了。然后最后在这里我想祝你就是可以成功用最快的时间、最少的资源得到你的爱情。我们下一次见。